相知，其實很重要的還是要先自知，而且呢，不只了解自己以外，還要了解自己現在的本分在哪裡啊，知所先後。請問是先談戀愛，還是先完成好學業跟道德學問？你今天先戀愛了，自己的定性又不夠，學業跟道業都學不好，我們拿什麼去愛人呢？所以這個就是理智的人生態度啊！我們自己很冷靜地觀察身邊的同學朋友，談戀愛談成什麼樣子了？一年還換好幾個，真沒有職業道德，是吧？你這麼做啦，我們人生都還沒有造福啊，通通把福給折掉了。大家冷靜去看，常常換女朋友的人，那個臉啊都沒有福報，都是瘦瘦，眼睛小小的，鼻子小小的。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樣的人？你們往前面看就知道。這個就是以前心性不對，福都給折光了。哦，所以我自己的同學啊，國中啊就談戀愛了，高中都念不畢業，智商本來是150多啊，我才118呢。他那個先天都比我好，結果呢，連高中都沒念畢業，就是這個情欲之關沒有過。俗話說的“龍交龍，鳳交鳳”，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到底智慧到哪？你應該是先提高智慧了，才去選擇終身的伴侶，而不是現在沒有智慧呢，就急着亂抓一把，結果最後抓到什麼？我不知道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現在年輕人太早談戀愛，最後結局好的很少很少。所以人生要理智啊。人生要走的呢，能利益自己啊，也能利益別人啊。好，所以那一天我們提到的1+1等於多少，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。好，你可以填1+1等於0，1+1小於0，1+1大於1，1+1等於2，1+1大於2，1+1等於1，1+1等於無限大。哦，可能大家都給我講懵了哈。好，來，我們現在來解這一題數學題。1+1等於0是什麼情況啊？本來雙方都有一個人的力量，結果2個人一融在一起，力量全沒了，癱在地上，每天就是你儂我儂，啥事都沒得幹，這個叫1+1等於0。再來1+1小於0呢？啊，合在一起變成每天揮霍，拿着父母的血汗錢亂花，不止沒有發揮一個人的家庭社會力量，反而是負面的價值，等於小於0。去年2月14號情人節。其實啊，情人節啊，什麼才是有真情真意的人呢？他必然是有孝心的人啊，孝心是仁愛心的根本啊。所以《論語》說：“孝悌也者，其為人之本與啊。”仁愛，一個人會不會愛人，先看他孝不孝順。他連父母都不愛了，他怎麼去愛他人？連對他恩德最大的人，他都提不起道義，他怎麼可能會對其他人提起來？啊，所以剛剛問大家一個問題啊，他追了你3年，嫁還是不嫁？剛剛大家已經清醒過來了啊，說不嫁。好，那假如真的嫁了呢，會發生什麼情況？今天嫁給他了啊，經過3年，你已經幫他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啊，結果呢，突然呢，他又在工作場合當中又看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啊，基本上呢，生了個孩子，過了3年啊，又是這麼的辛勞，為家庭為孩子付出，難免啊，這個皺紋會出個2、3條，有沒有？啊，你們都還沒經驗哈。這個時候又沒有 SO2，對吧？看得出來我對這些東西很陌生哈，是吧？這個時候，假如他又看到他是因為我們的美色，他為什麼追我們3年？因為我們是台大的學生嘛，因為我們以後出去工作就很保障嘛，通通他都算好了，掐指一算，核算，所以追嘛。所以他追呢，不是道義的人生，因為他對父母不孝嘛，不是道義人生嘛，他是利害的人生。好，你3年前年輕貌美，又是名校畢業，又有好的工作，這個是有利可圖啊。3年以後，他又想要一個更年輕貌美的，你從利變什麼？他的心性你要看清楚啊。道義是越沉越香啊，越感恩對方，而利害是隨時會變，靠不住啊。好，從利變害了，害要怎麼樣？大家讀過周處除三害沒有？哦，這個時候害可能他的心裡就只有誰擋住我要的，我就把他給推開。好，除害哦。你看這個動作，請問今天去離婚的有多少了？不得了啊！現在台灣的離婚率居然2.2對就有1對離婚。我們是從事教學工作的人啊，聽到這個數字啊，非常的難受。我們看到很多孩子行為比較偏頗，都是因為家裡給他的愛護跟照顧不夠啊。
所以我們不希望孩子的人生呢是走向這樣的情況，他就要有穩定的家庭、好的夫婦關係。可是現在呢，變得離婚率越來越高，所以我們還沒走上婚姻一定要認識清楚是走道義的，還是只是外在的利害而已啊。再來呢，這個自知呢，考慮到我們現在是一個學生，應該安住我們當下最重要的工作。鍾茂生博士，他在念大學的時候，他是在大陸的中山大學是非常好的一個學校那個時候呢，他也是有談了一個對象，結果他的母親呢常常會跟他交流溝通母親告訴他呢，你現在的本分呢是讀書先把書讀好，這個對你現在很重要，而且你的人生要看得很遠你以後呢甚至要拿碩士博士，好以後呢可以在學校任教作育英才，有這樣的定位。而且母親告訴他，在學生時代談戀愛這個屬於消耗戰。大家有沒有打過消耗戰？看到大家疲憊的臉色，我看大家都曾經打過消耗戰。什麼消耗？金錢消耗，精力消耗，還有時間也都消耗掉了。因為我們還沒理智我們整個價值觀都還沒有穩定。那到底每天談的是什麼？是能互相成就、互相利益嗎？還是在耗日子呢？然後該做的事情都沒有做，而且這個消耗金錢非常的嚴重這個情人節，去年大陸的報紙報道，情人餐呢從299塊人民幣，人民幣是1塊是台幣10塊，到3999塊，這個是那個情人餐的價碼。我還聽到那個上海的情人餐一餐2萬塊，真的糟蹋金錢又不是把金子吞進去，2萬塊那個還吃得下去，我真是被他打敗了，奢侈到這種程度。結果呢，這一個報道讓我們最吃驚的是什麼？是去吃情人餐的絕大部分是在校學生。我們想想他花的是誰的錢花的是父母在農田耕作的血汗錢，他無動於衷當你跟交男女朋友吃的是這樣的餐，你還警覺不過來，還覺得他對你很好，那是我們欲令智迷啦。對方有沒有時時勤儉為他的家裡着想，那個才是負責任的人這要會幹不要只是他對我好就好啦。在福建有一個大學生，有一天打了一通電話呢，回家裡他們家是農村經濟很有限，在農村裡面大陸的情況呢是把一個孩子送出去讀大學，基本上他們家已經負債累累了，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呢，這一些父母呢，咬緊牙關撐過去。而當兒子打電話回來說爸，我現在身體不舒服，必須到醫院去休養，醫藥費要1200塊人民幣。這1200塊呢，也是不錯的行業一個月的收入啦。然後爸爸一聽呢，孩子生病非常的着急，趕快去跟人家借錢。可是因為呢，之前已經所有這個鄰里鄉黨都借過了，他又來借呢，人家都看到他都有點害怕。但是又是因為孩子生病，有一些鄰居還是勉為其難的拿了一些錢出來，結果繞了一圈只拿到300多塊錢。父親回到家裡眉頭深鎖，爺爺看到了，了解了情況對他的孩子說孩子因為在福建有一個習慣，就是先留棺材本。老人家上了年紀以後先把自己的棺材買了。結果一看呢，現在需要錢，兒子你去把我的棺材賣掉，湊錢可能就夠了。結果一賣呢，勉強湊得1200塊錢。父親生怕會不見了，親自送到學校去。結果到了學校呢，去找他的兒子，一進到他的宿舍沒找到他的人，問他的同學，我兒子在哪一間醫院呢？結果呢，他那個同學講，什麼醫院？你兒子哪有生病？你兒子現在跟他女朋友去照藝術照去了。這個父親因為幾天奔波一下子聽到這樣的情況精神受不了，當場就昏眩過去了。後來這個兒子回來了，父親也甦醒過來了，說你這個人，你怎麼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出來？他兒子呢，若無其事地回答他父親，爸爸，我的同學都這樣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。爸爸也很無奈能說什麼事情呢？所以我們看到的我們在消耗金錢的過程當中，有沒有想到我們父母的辛勞？有沒有想到長輩对這麼多人对我們的支持？所以人生不要做害己又害人的事。
要做利己又利人的事。所以今天縱使呢，你看到一些同學覺得非常欣賞他又不用錢，是不是？而且你欣賞你讚嘆一個人，會讓他受到鼓舞，他會不斷的提升上去。對啊，所有同學可以互相扶持啊，一起到圖書館去，組成一個讀書團隊來，互相成就，這樣多好。幹嘛要兩個人陷在情欲當中，錢也消耗掉了，時間也消耗掉了，學業也跟不上來。那當初我們要利益對方，就沒有辦法實現啊。好，所以這個時候呢，理智的面對非常重要。啊，大家說，那我沒有他活不下去啊。其實我們很冷靜來想啊，痛苦從哪裡來？他不跟我在一起，我就痛苦，騙人。那沒有他之前你是怎麼活過來的？是不是？再來，其實痛苦啊跟別人都沒關係。當我們很欣賞對方的時候啊，那個是很高興的。哦，每天看到他，哦，他有這個優點，有那個優點，又讀《弟子規》，見人善即思齊，眾去遠以見機。你每天見賢思齊，每天都有成長的喜悅，哪有痛苦？可是突然呢，跟這個同學相處了3個月，都是很愉快的，互相肯定，互相欣賞。突然起了一個念頭，好啊，我要追他。從那一天開始哦，這個快樂變什麼？變痛苦。沒有讓我追到，死不罷休，所以就開始在那裡啊，他又傷了我。哦，我實在講不下去了，因為沒什麼經驗。你看那種情緒的翻騰，跟對方沒關係呀，是自己的控制慾望起來了，佔有的慾望得不到滿足，還把責任推給對方，甚至於還拿着刀要去傷害對方，要脅迫對方，魚吃到了極處了。所以真正欣賞對方，真正為對方好，會想着他現在還是學生，我們一起好好的把書念好。而真的，你有這樣的智慧，這樣的修養，對方會更感佩你，反而啊，你們往後姻緣會更好。所以人生不能只看到眼前看到今天能看到自己的未來，也能夠成就別人的未來，要有這樣的視野。好，這一題數學題我們還沒解完1+1小於0，那就是就像剛剛的，都拿去照藝術照花父母的血汗錢去了。再來1+1大於1。是兩個人配合差強人意，還混得過去，還不會讓人家覺得搖頭這個是大於1+1等於2呢？那這一筆生意就可以談談看了。就是說呢，兩個人合起來更有力量，達到兩個人的力量。那最好的狀況是什麼？大於2，兩個人合起來呢，互相成就，互相更完美。那這是好婚姻，這個叫共結良緣，就是這樣。再來呢，1+1等於1呢，就是夫妻不分彼此，合為一體。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狀況，不分彼此夫妻一條心，黃土都變成金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婚姻狀況。好，諸位同學們，你們以後的婚姻心裡有數了沒有？好，最後呢，推薦給大家一種關係，叫1+1等於無限大。無限大就是呢，我們的夫妻關係呢，能夠成為往後子孫的榜樣，那就無限大了。在宋朝時候呢，有一個讀書人叫劉廷士，他呢，書呢也讀得很好，剛好還沒去考進士以前呢，有一門婚事，跟他的家人在談，結果就在口頭上呢答應了這個女子，那是口頭。結果後來呢，他考上進士了，然後回來的時候了解到這個女子眼睛瞎掉了，然後對方心裡就覺得很難受，自己的女兒現在的狀況是這樣，而這個女婿又已經考上進士，他覺得這樣高攀了，就要退掉這一門親事。那這個劉廷士很堅持，一定要娶，不然這樣好了，還有一個小女兒，就讓他妹妹嫁給你。好，諸位同學，好不好？你們會怎麼決定啊？會不會說好險，幸好還有個妹妹？其實當我們有這個念頭的時候，就沒有資格談愛了。愛是什麼？用心感受用心感受對方的心情，感受對方的需要。當我們設身處地想到一個這麼年輕的女子，她面臨要走入婚姻的那一份期許了，結果現在呢又雙眼瞎了，那對她的人生是多重的打擊呀！假如這個時候又把她妹妹娶過去了，你看她這一生有多大的遺憾跟無奈。所以讀書人是我心已經許諾了，我這一生絕對不違背我的這一顆心。所以劉廷士講吾心已許之，豈可背離我的初心，背離我的良心呢？所以劉廷士堅持娶了這個女子。
我們想想看呢，這個女子踏入他們的家的家門的時候，一定是盡她全身的力量，盡她所有的能力，一定要照顧好這個家。你真正啊，道義對人10分啊，人家會還給你12分啊。所以這個劉廷式他們夫妻的這一個道義呢，流傳了1000年都不斷。當時候的這些讀書人一看到劉廷式的榜樣，都不會也不敢因為美貌、因為錢財、權力啊而拋棄了自己的原配。所以這樣的讀書人呢，是影響了整個時代的正氣，整個時代呢夫婦的關係。所以這個時候1+1等於多少？這個無限大就是呢，我們的夫妻關係啊，能夠行為示範，能夠當世間的榜樣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們扮演兒子的角色，扮演父親的角色，扮演夫婦的角色，領導的角色，朋友的角色，兄弟的角色，我們都能做出榜樣來。這個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們的精神能夠綿延下去，那這一生啊就沒有空過了。所以諸位同學們，人生的價值是你能留下什麼，這個就是價值了。